我马上就发觉到，哇，原来延迟这个事情是真的有差的。你用了这种低延迟的设备之后，你的那个反应就变快了。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看到在我右手边呢，正在旋转的这个美丽的 PS5，以及呢，在我左手边以音总为字样的这个纸箱，相信大家应该不难猜到我们今天要讲什么主题哦。没错，我们今天就是来开箱 Sony 他们在去年所发布的这个 H9 无线电竞降噪耳机。那其实 Sony 他们在去年以音总这个子品牌名义推出了许多的产品哦。那以电竞耳机的产品线举例，就有 H3、H7、H9。那这3款耳机其实基本上差异在于说 ，H3 是一个有线的电竞耳机加上麦克风 ，H7 呢是无线的电竞耳机。那 H9 的话，它就是无线的电竞耳机加上麦克风，再加上降噪的功能。所以其实 H9 它算是一个比较有话题与特色的产品，我们今天也是会围绕在这个产品做讨论哦。那为什么要用音总这个字样呢？其实很多人你会看到 NBA 球星，或者像漫画那个动画黑子的篮球里面，当一个球员他怎么投怎么进的时候，手感发烫，大家就会说他进入了一个 zone 的区域的一个状态。所以 Sony 还以这个音总为它的子品牌的取名，它自然是希望说，每个人只要用了音总系列的产品，你就会手感发烫，然后变成人人都是神枪手这样子。好，那可能很多观众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玩游戏就是要用一个，还要再买一个电竞的无线耳机？我不能用我的手边的这个 AirPods 直接玩游戏嘛？我不能用，就什么东西好像扯到游戏都要变成一个电竞的，就要有一个电竞专有的器具，假如说电竞滑鼠、电竞键盘这样。那今天我就有一个游戏玩家的游玩了这个射击游戏400多个小时的经验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哦。好，那当然还是要来讲一下这个耳机的一个外观，做个初步的介绍。首先，它的整个这个白色的漆面啊，跟 PS5 摸起来的质感是几乎是一样的。然后在重量的部分呢，330克，我觉得以这种封闭式耳罩来讲，也不算重。然后夹耳朵的程度，我也觉得算舒服。它的里面那一层的这种有点像是人工皮的，配上海绵，然后上方呢也是一样的结构，但是你会觉得说它海绵算是 Q 弹有弹性，那也有一定的厚度。所以久戴起来，我觉得既不会夹耳朵，你也不会觉得说它太厚重这样子。那当然说缺点是有一点热啦，但是我觉得基本上所有耳罩式的耳机都会面临到就是热的一个命运哦。但是你想想看，如果你是一个电竞玩家，你的游戏主机本身应该就会蛮烫的，那你的室内的冷气也应该开得蛮强的，所以我觉得热的这部分倒是不用去担心，因为你都会开冷气了嘛，这样子。我们刚刚讲到说，因为既然你的游戏主机会发烫，然后有很大的风扇的声音去做散热，那可能你房间里面会开风扇，然后又会开很重的冷气，那想必你就会遇到很多噪音的问题。所以这款耳机我觉得它最特别的其实就是它的降噪的功能。那我们待会再跟大家介绍一下。那我们先继续讲外观。外观的部分，我们看到它左边这个非常显眼，就是它的一个麦克风的结构。它麦克风的结构可以做上下的调整。那你在调整的时候，你会听到咔咔一声的。你往上搬的时候听到咔就是关闭，往下的时候听到咔就是开启。那这个我觉得就算是蛮方便的啦。当然，这个耳机它本身是可以去做弯折的，就是有些人说，因为你可以玩游戏的时候吃东西，就可以把麦克风掰开，然后去吃东西。但是因为我这个人我不太喜欢看到就是东西有折痕出现，所以基本上我不会去折它。然后加上我觉得就是玩游戏休息的时候吃东西也不符合就是一个热情的游戏玩家会有的行为，就以我来讲，所以我不太会去折它。然后耳机的角度的话，其实它可以去做弯折，就是它的这个耳朵是可以去折的。但是它这个折，我觉得它并不是说要让你戴的时候你休息是可以折下来的去用的，它有点像是我觉得它是去做收纳的时候，你可以放在一个这种耳机包包里面，它可以很好的去做收纳。然后呢，在它的按键的部分，左边的话还有2个，算是一个是滚轮，一个是按键。滚轮的话是去做调整的音量，就是你把它接上电脑的时候，你用滚轮就可以去调整你的音量大小声，这点我觉得算是方便。然后按的位置我也觉得算直观。
那接着左边还有一个按键，它是所谓降噪的功能。降噪分成3档，分别是不开降噪，然后低程度的降噪，跟这个最大程度的降噪。以我使用来讲，我基本上只会有在2档状态，一个就是降噪全开，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玩了很久了，我把降噪按掉，就是不开降噪的状况下去做一个休息的动作。降噪轻微的开这个状态，基本上轻度降噪我不太会去用，因为我觉得，因为你今天玩游戏就是要专注嘛，你就是要隔离一切的声音，那自然是要开重度的降噪。那可能有人会好奇说，他开重度的降噪会不会很容易有耳鸣的状况？我是觉得目前使用下来，你玩游戏是做的还蛮舒服的，就是 Sony 这一点舒适度来讲，我觉得都是算还 OK 的。好，虽然说轻度的降噪，它可以进它的它电脑 Windows 有一个 App 可以去做调整，但是我依然还是只会有就是都是开的最重度的降噪。接着在右边呢，还有3个按键，那当然电源键跟蓝牙配对键，我觉得这个不用讲。蓝牙配对键稍微提一下，就是说这个功能，我觉得它是让你玩游戏的时候，它有附上一个这个 2.4G 的一个无线的连接器。这个东西不管是电竞滑鼠或者是电竞耳机、电竞键盘都有人有做。那这个东西就是主要拿来配对用的。然后在这个配对的，它有像随身碟的构造上面，它有一个小扳钮，你可以去，假如说你现在接 PS5 或你接 PC， 你可以去做切换。那你把这个连接器接到电脑之后，你的耳机基本上电脑的声音就会跑到耳机里面了嘛。你这个时候你的蓝牙配对可以拿来配对手机。那配对手机要干嘛呢？就好像你玩游戏玩到一半的时候，假如说尤其你又开那个降噪重度降噪的功能，如果你手机是用它手机喇叭去响的话，你根本很难注意到它，甚至外面有人叫你都很难听到。这时候如果有人打电话给你，你又有配上这个蓝牙的功能，你在玩游戏的时候，你就可以在游戏里面玩一玩，你朋友打给你了，你的语音就直接传进来，甚至你还可以直接用这个你用 H9 的麦克风直接跟你朋友去做一个通话，就是我觉得这个是算蛮方便的啦。那至于听音乐的话，你说它可不可以当做一个蓝牙耳机听音乐使用？就是以我来讲，我会觉得，我的答案会是不行。那我后面会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好，那接着呢，它最右边还有一个所谓的 Game and Chat， 就是游戏与聊天的比例微调按键。但这个的话，基本上我也不会用到。因为我在玩的时候，我一开始就决定好语音，就是游戏跟语音的比例啊，我不会在游戏玩的时候一直去做调整，我觉得蛮麻烦的。但是当你调整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它的这 Game and Chat 上下各是5档，什么意思？你可以游戏的这个游戏音量加强5档，或者是语音加强5档，但是你基本上你无法从耳机上面知道它的状态，你都只能切换到它的那个专有的 Windows 的 APP 才能看。那这边提供给大家一个小方法，就是说，既然它都有5档，对不对？那按到底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哔哔叫的声音。所以如果你不知道你今天你按到哪一档的话，你要归零的话，很简单，你就是 Game and Chat， 你随便一个按键，你按超过5-6下，那你等它哔哔叫的时候，你往回按5档，它就回到一个持平的状态了。这是一个使用下来的简单的小分享给大家。好，那这款 H9 的音色的体验的部分呢，我觉得当然。封闭式的耳机低音就是非常的丰沛，规格上面 Sony 还是给到5赫兹到，我记得到2万赫兹吧。那音赏上面来讲，我觉得比起音乐性的耳机还是小了一点，就是乐器的分离度我觉得也没那么好。但是想一想，这种电竞的耳机，其实它主要听的也不是听音乐，它主要你要有枪声，要有方位定位要准，那基本上这样就足够。那音色部分，如果你不满意的话，其实它在它的音众的 APP 里面就可以去做调整了。那它甚至可以针对各个游戏去做调整，我觉得这功能是蛮重要的。那待会一起跟大家讲。那关于这个音众音色调整的部分，基本上我有用电脑的这个调整模式去做调整。空间音讯这个功能我不太会去开，因为我觉得开了之后，它基本上。虽然说现在很多人都说这种它耳机做空间音讯啊，它可以让你就是有360度的效果，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大部分都是加了一些 echo 跟空间感啊，所以我自己反而不会去加，不管是听音乐跟玩游戏，我都不会去开启这个空间音讯的功能。然后呢，在这个 EQ 的部分，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它有几档，分别是30几赫兹、63赫兹、125赫兹、250、500、1K、2K， 然后4K、8K、16K， 看起来有非常多段数哦。大家一开始在调的时候，应该都会觉得说，哇，这个 EQ 非常多段，要怎么调？完全不知道怎么调，也不是专业的工程师，那预设的又很难听，这时候就很痛苦。所以接着我来分享一下，我觉得这不管是电竞耳机或者是任何的音响产品，你都能用到的。我在调整，以我的经验，其实我不是一个专业的混音师，或者也是一个录音工作者，我不是。但是当然我乐器的经验或什么的，还是就是以经验来讲，应该时间也不算短。所以我在调整的时候，我第一个我要确立的就是说，人声给我的感觉要对。那人声给我感觉要对，要去怎么做调整，我就直接跟大家讲。以Sony 它这个等化器来讲的话，你的500赫兹会决定人声的整个的远近。就是你在调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要怎么调，就是首先你要决定一首歌是你熟悉的，它是人声这样。如果以我来讲的话，我就会用那个 Clara 的它的有几张专辑我都觉得是非常好的测试，因为它就是人声配上吉他。所以你在拉这个等化器的时候，我跟你讲怎么拉。你先把它，假如说你现在要拉500赫兹，对不对？你先把它拉到最满12正12，你再把它拉负12，你去听那个声音变化的感觉，你就可以知道说，哦，它这是给你什么样的一个改变。所以呢，我会先把500赫兹，像我的话，我喜欢人声很近，所以我会把500赫兹拉满。那接着的话，你500赫兹拉满的话，虽然人声变近了，但是你希望它有一点厚度。那250赫兹这一段的等化器就是在调人声的厚度。厚度的话，我觉得调到3或4都还蛮不错的，那调到5、6也 OK， 就是看人。然后接着你调完厚度了之后 ，1K 这个频段，我反而会去做减的动作，因为它 1K 的频段会有点像话筒的效应。什么是话筒的效应？就是你 1K 这个频段你拉多，它人声讲话开始有点像我现在这种讲话就是一种话筒的效应，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但是你 1K 这个频段加了之后，它就会很那种电话话筒的感觉哦。所以这边我都会开到-3。那2K 的频段的话，它是增加一些齿音，就是齿音的话比较像是呲呲呲呲呲这样，嘶嘶嘶嘶嘶，它就是这种比较偏齿音，它会变比较锐利。那这边我会加4去增加一点刺激感。然后4K 的话，它是会决定一个讲话的 echo 感，就是那种空间的讲话的回音，有点像你在 KTV 加那个 echo 的感觉，有点像。然后8K 的话是讲话会鼻音，鼻音什么意思？就是你现在讲话，我这种状态就是一种鼻音。我现在讲话是可能比较用喉音，就是当然没有做的像我刚刚举例的那么夸张，但是你弄的时候大概会有一点点那种鼻腔共鸣的感觉哦。那最后呢，16K 这个频段，它在决定说还是会稍微影响一下远近，但是并不是影响很，就是一种微调这样子。好，所以调整了之后，你看我人声先确立了之后，我才会再去调整所谓的低音，就是最重要的都绝对会是人声啊。我在做不管任何的音响产品的一个 EQ 调整，就是先把人声搞定，我们再做其他的事情。那低音的部分我觉得很简单，你就是找一个电子类的音乐哦。那63赫兹的话，这个就是整个低音的肥度，就是大鼓那种重量感。那30几赫兹的话，它比较像是低音的氛围，就是跟150赫兹我觉得是绑定的，就是你大概假如说63赫兹你要比较肥的话，你可能就要开到正6到正8，但是你的30几赫兹跟125赫兹，你可能就要加少一点，可能也许正5正6这样都可以。就简单来讲，你去补一点氛围感就 OK 了。但是我这个音色调整完之后，我建议大家就是只能听音乐使用啦。那另外我要强调一点，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你的耳机啊，就是你调完这个 EQ， 你进音用的 App 去调整完之后，它只会在你的就是跟电脑的连线，就是透过那个 USB 接发器，那个才会有效果。它如果你是透过手机的蓝牙，你是完全听不到这个 EQ 的功能的。就是你再怎么调的，你觉得再怎么好听，你用手机，你把它外出带着当蓝牙耳机听音乐的时候，你是只能听到原本预设的比较平坦的音色的。所以这也是我刚刚讲说，我比较不建议你拿来把它当做一个听音乐的，
就是偶尔挡着用可以，但是如果你要常常使用它的话，我觉得你还是需要买一个那种无线专门听音乐的耳机啊。在于说，因为你的 EQ 调整完之后，它不能套用。那另外，我觉得为什么EQ 套用？我刚刚讲说我的那个音色调整只能拿来听音乐，因为玩游戏来讲，其实像我玩一些射击类游戏啊，我后来发现你低音根本不能调太重。像我玩射击游戏的时候，我用我听音乐的设定 EQ 去玩游戏，那个手榴弹一爆炸，我就哇那个哇。你就很像在电影院里面看那个抢救连人大兵，那个炮弹一直轰一样。就是如果你今天你是看电影，那的确很过瘾，没有错，很身临其境。但以玩游戏来讲，那个太分散你的注意力了。就是以玩游戏来讲，我觉得我甚至都会把63赫兹、120几赫兹以下都直接拉到负12，因为对我游戏来讲，我只要听到脚步声、枪声的方位，其实基本上其他的。就是重低音我都觉得都是不需要的，所以这只是提供大家一些设定的参考。我觉得依照你玩的游戏，然后你需要的声音的音色的不一样，都会有不同的一个调整。但是这个就是给大家一个方向。好，那最后就是回到一个总结，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为什么你玩游戏就要用一个专用的设备？就为什么要用电竞耳机？为什么要电竞滑鼠？为什么要就是电竞键盘呢？当然，我觉得第一个最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说延迟。延迟这个东西在电竞的世界里面就是那么的，它就是那么的 critical 的事情。为什么？像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就是，其实我以前用的滑鼠都是用一个罗技的 MX Master， 就是它也不便宜，我记得3-4千块的滑鼠，但它是办公用的蓝牙滑鼠。当然，它有一些人体工学的设计，跟它一些滚轮都是拿来阅览资料用的。那我用这个来玩游戏的时候，我一直都没有发觉到延迟这件事情，但直到我后来就是因为你知道刚玩游戏的人他就是会有个状况，就是游戏玩得很烂嘛。那游戏玩得很烂，第一个做什么事情？先怪队友。你要被绑到。你直直的走过去，然后直直的被别人关到。那不然怎么办？但是怪队友，我发现我队友好像都还蛮正常的。我没办法去责怪的时候怎么办？怪设备。你妈！你怎么烂滑鼠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给我压让它变速啊！对，就是一件是设备太烂，所以玩得不好。那我就马上就是再花了2-3千块去买一个罗技的这个电竞滑鼠，我记得是叫 G502 吧，就有机会帮大家开箱一下。虽然我们没有卖，但是我用上这个电竞滑鼠之后，我马上就发觉到，原来延迟这个事情是真的有差的，就是当你比较之下，你就会发觉有差别，而且这个差别就是你会觉得你慢人家一拍，就你以前的那些动作都慢一拍，你用了这种低延迟的设备之后，你的那个反应就变快了。那我觉得同理也就到这种电竞耳机、电竞键盘上面，就是你到底有没有需要去买一个电竞用的设备？我觉得真的在于说你对于游戏的一个玩游戏的态度，就是我觉得那也相对的反映到你做事情的态度上面。就真的有人就说玩游戏就是放松啊，但是我觉得你就算是放松好了，你玩一些竞技射击类型的游戏，你也不会觉得说我放松，我就是乱打一通，我就是一直输，我也会很开心。我相信没有人是会这样子，就是你既然任何的竞技类型，不管是体育，不管是游戏，你在玩的当下，你都希望有一些成就感，你都希望赢过对手。那你要赢过对手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有好的器材，它能更帮助你去发挥，就是你能更专注的，就回到那个 Sony 的精神，就你可以更加的 in zone， 专注在你的这个领域里面哦，就是对，我就相信不管做什么事情，就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那你有好的设备之后，你就可以更聚焦在你的所谓的一个技术的本质上面了啦。好，那这次的分享就到这边。就这一款 H9 的电竞耳机8000多块，你说它贵吗？我觉得一个如果你是热爱游戏的玩家来讲哦，它的一个佩戴的舒适感，然后它的一个降噪功能，我觉得都可以更方便你进入一个专注的状态。就是那至于值不值得，就是看你对于游戏的热爱有多深了。
好，那我是 Alan， 这是关于这个电竞耳机的分享都到这边。那之后其实 Sony 的耳机我应该会来一个年度的选评啦，包含他们的一个监听的系列。那等他们之后 XN 系列、XH 系列都进来，降噪的系列，然后还有他们的播放器陆续也都进来，我应该会进行一个年度的大总评，让大家在买 Sony 耳机产品的时候有一个更好、更快、更初步的一个认识哦。好，那这次的节目就到这边，喜欢我们节目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我是 Alan， 我们下次见，拜拜。